肖医生，能不能帮我个忙？怎么了？我家水管子爆了，我现在要去给维修工人开门，可是仙云这儿，你快去吧，我帮你看着。要是方便的话，你能帮我跟他聊聊吗？我劝劝他，你快去吧。啊，谢谢。护士长看起来好像老了好几岁。这个点不好打车，我送你吧。谢谢主任。刚才正好碰到唐话，说你急着要赶回去，所以我想我用车送你们能稍微快一些，早点回医院去照顾嫌疑人。麻烦你了。什么话？别太累着自己，照顾患者是个长期的过程，自己要懂得调整自己。你想着你要是倒下了，谢云怎么办呢？我会注意的。哦，对了，我让食堂帮你和谢云开了个小灶啊，每天做好了之后，让程志给你们送过去。主任，哎呀，行了，别说客套话了，急诊科还要等着你回来工作呢，自己一定要保重啊。蒋老师，我是江护士长的同事，我叫肖燕。你们家水管破了，还回去处理一下，让我来照顾你们。您现在很疼吧？所有人都劝我不要死，劝我和疾病斗争，劝我坚强。没有人问我一句你疼不疼。人类是渺小的，尤其是在重大疾病带来的疼痛面前，我们不是您，无法感同身受您有多疼。但是大家都希望您能挺下去的心情，我相信您也是能理解的。所以，你也是来劝我不要放弃的。人的生命只有一次，如果放弃了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肖医生，你是不是也觉得我是个懦夫？因为受不了病痛，一时想不开，想赶紧给自己个解脱呀？您能坚持这么长时间，已经非常不容易了。而且，我相信，您决定放弃抢救，并不是一时冲动，您一定想了很久了。你赞同我的做法？我认为，每个人都有权利决定自己的生命。我会试着把你的想法转达给其他人，但是在这之前，还希望您能再坚持一下，好好活着。为了你自己，也为了江护士长。哎，老白，主任让咱们过去开会，开什么会啊？好像是讨论护士长老公的事吧？他现在情况很稳定，讨论什么呀？去了不就知道了。主任，行，都到了哈，那咱们开个小会，想让大家谈一谈对江护士长的爱人蒋老师的看法。患者病情比较稳定，有什么好讨论的？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患者的病情，而是患者提出来的要求。患者的要求啊，
啊？患者要求我们让他去死，我们就答应啊？患者要求的是不抢救，不是让他去死，这有区别吗？当然有区别。行，这个会你们开，我走。白医生，我还没说我的观点呢。你是怕我说的对，你面对不了吧？行，你说。不管是从人文关怀的角度来说，还是从理性的角度来说，我们都应该尊重患者的意愿。患者现在是癌症晚期，身上有多处严重的内外伤，下肢瘫痪，疾病所带来的痛苦是我们常人想象不到的。不考虑患者的意愿，让他痛苦的活下去，这样太不人道了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以后有患者跟我们说疼死了不想活了，我们就放弃治疗，让他去死，是吧？尊重患者的意愿，并不是让患者自己去做选择，我们医生应该有自己的判断。昨天晚上，护士长家里出了点事，拜托我去照顾患者。我能感受到他做这样的决定，并不是一时冲动，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让他这样痛苦的活下去，对于他还有护士长来说，都是一种折磨。我们无法感同身受他有多难受，但我们应该尊重他的选择，是对一个生命最大的尊重。他只是被病痛折磨的受不了，一时想不开。但我们作为医生，不能因为患者一时的软弱就放弃一条生命。白医生，选择死亡并不是代表软弱，每一个生命都有自己的价值。一个即将面临死亡的患者，他有权利决定是继续痛苦的活着，还是有尊严、有价值的死去。尊严、价值，在我看来啊，只有活着才是最大的尊严和价值。如果不是的话，你当初为什么拼尽全力还要救方南啊？你也说过，医生是一群和死亡赛跑的人，有时候会赢，有时候会输，甚至有时候注定会失败。但我们还要拼尽全力，坚持到最后一刻，这个才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。可你现在在干什么啊？站在起跑线上，就向死亡投降认输，真是懦夫。我说的坚持到最后一刻。我觉得这个问题没有必要讨论了。蒋先云是我的患者，一切治疗我说了算。白医生，小叶，刚才你们俩的争执哈，我非常的受触动。我相信大家都……主任，如果蒋先云是您的患者，您会怎么做？我的选择可能跟白珠是一样的。你们呢？我应该跟白老师是一样的。我也跟他们一样。我也是。小叶，可能在你的观念里面，活着和生活是两个概念。可是，在咱们这儿有句老话，叫“好死不如赖活着”。这个两种选择没有对与错哈，可能是东西方秉承的治疗观念不一样。在中国传统的医疗观念当中，让患者活下来，这点才是最重要的。还有一点，咱们也应该考虑病人，也包括家属的意愿，你说是吧？你从国外回来，也带给我们很多崭新的视角。这点，主任，谢谢你跟我说了这么多，但我现在很失落，并不是因为大家接受不了我的观念，只是我想到蒋先云还要继续痛苦的活着，我就很难受。我去忙了。喂，
好，我马上过来。怎么了？快把自己身上管子都拔了！帮忙啊！恢复静脉通路，安定5毫克静吞。可能有气胸了，准备胸腔闭室引流，复查 B 超。好。白医生，什么情况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他把身上的管子都拔了，现在可能是血气胸，必须要马上胸腔闭室引流。仙云，你是干嘛呀？护士长，咱们先出来。进来。暂时没事了。仙云，护士长，我不是要批评你，但患者现在这个情况，身边根本就离不开人。是的，是我大意了。不是我的错，刚刚护士长去交费，让我帮忙照看着，结果我光顾着给隔壁的患者量体温，我就忘了。我不是要追究责任，万幸患者没什么事儿，但以后一定要寸步不离，不能再出问题了。我不会让他再有任何问题了。护士长，对不起，我没事的，这不怨你，去忙吧。我知道你很爱你先生，我也理解你们的感情，但咱们毕竟都是专业的医护人员，所以我知道你要跟我说啥，肖医生，我也知道你是把我当朋友，才想跟我说这些。是，我们应该比普通人更清楚他们现在有多痛苦，可能到了最后，可我现在就是个普通的患者家属，我想让我老公活着。我没事。去吧。肖医生，你真的可以眼睁睁看着病人就那么放弃吗？对于很多患者来说，这也算是一种选择。之前我还以为我们是一类人。咱们之间有不同的医学理念，这很正常。没错，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，理念不同很正常。但请你以后不要拿你的理念来要求我和我的病人。又跟小燕杠上了。前段时间我看你俩越来越好，还想着你小子开窍了，没想到又变成这个样子啊！道不同不相为谋。其实没必要，说顶了天，也就是医学理念的不同而已。只是医学理念不同吗？开会的时候你在吧？
那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，他要放弃一条生命。说实在，我认同你的选择，但萧燕所说的也不能算错。据我所知，在国外很多医生在遇到那样的情况，也会做出和萧燕一样的选择。所以，在国外下胃管的比例远远比我们低。我不管国外怎么样，不管别人怎么样，反正在我这儿，是不会放弃任何一名患者的。那你也没必要闹那么僵，是不是？你俩是咱们 EICU 的骨干，将相不和，多影响科里工作啊。你还真把自己当陆妈了是吧？喂，喂，水温了，喝一口吧。那我给你揉揉肚子吧，啊。怎么样了？要是有什么问题，再来找我。轩宇，再喝点水吧。我听说护士长老公的情绪很不好。无论护士长跟他说什么，他都不回应。以前吧是痛苦，现在眼睛里全是怨恨。护士长现在可难受了，我都不知道白医生把他救回来是不是做对了。我虽然不喜欢白叔，但我觉得他这次做的没有错，总不能眼看人死吧。肖医生，之前你说的观点，我理智上可以理解，但在感情上太难了。救人也是我们医生的本能。而且他要是就这样没了，护士长得多难受啊！我以前跟护士长聊过这个问题，他说，在我们眼里，生死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儿。你们俩别研究了，吃口饭吧。后悔了。不救他才会后悔。也许萧燕说的对，谁都无法感同身受他的痛苦。他这病，对他自己，对护士长，都是一种折磨。爸，我觉得还是得检查检查。你说好的就来了开点药，你这到这就宾馆，那我走了。哎，爸，
你看都到这儿了，你就听我的，咱们进去检查检查，好不好？我又没病，我查什么呀？我也觉得你没病。你觉得我没病？你给我弄这儿来检查，你钱多了烧的呀你？检查一下不就是为了心安吗？你想啊，检查结果一出来，一看您什么毛病没有，咱们不就放心了吗？我跟你说，就这医院里头，没病你查出点病来，查出病就变成大病了。行了，咱爸，你这叫讳疾忌医，你得相信医生，相信科学。相信谁哟？你现在这医生全钻钱眼里去了，就。爸，你要是这样的话呢，我以后也不去工作了，我就天天跟着你。你跟着我干嘛呀？你不好好工作？你是我爸，我不能让你有任何闪失。你又不愿意去做检查，那我就只能天天跟着你了。万一要真出现点什么意外，我好及时能在身边照顾你。你自己看着办吧。你妈在的时候就老说我拧，我看你比我还拧，你就是个拧种。啊，行行行，查。您是哪儿不舒服啊？我哪儿都舒服，要不你问他吧。对不起啊，医生，是这样的，我爸他最近几个月呢一直恶心，有的时候啊他还老吐。哦，有没有做过检查？之前在老家医院做过检查，说是有胃息肉，然后就做了息肉摘除术。可是手术之后呢，他还是恶心呕吐，而且现在越来越严重了。息肉摘除之后，应该不会引发恶心呕吐啊。是啊，所以我就想过来带他检查检查。这样吧，我先给你们开几项检查，先看看情况。就知道，又得花钱检查，查来查去的吧，什么都查不出来，要花一笔钱。是这样的，这些检查呢都是必须的，我们只有通过检查结果，才能做出最准确的判断。医生，你别听我爸的，他呀就是怕花钱。你把检查给我们开着，我这就带他去做。好。我说了吧，我没病嘛。但是有几项指标还是有些问题啊，比如蛋白和血钠都比较低。对，之前我们在老家医院检查的时候，医生也是这么说的。血钠低确实有可能引发恶心呕吐。那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有很多种可能，最常见的就是肝脏和肺部的问题。哎，大夫，我这肺和肝脏好着呢啊，我没毛病。爸，你先听医生把话说完。医生，你说我爸怎么了？先别担心啊，我只是举个例子，检查结果上看没发现任何异常。不过以防万一，我建议还是去拍一个胸腹部 CT， 毕竟 CT 清楚。我不照 CT， 这 CT 我不做。我给你解释一下，大夫，这 CT 有辐射对吧？那致癌。CT 有辐射是不假，但是我们检查的时间很短，辐射量非常的小。它再小，它也有辐射。本来我没病，这照来照去的，给我照出病来了，这算谁的呀？全世界的医院都把 CT 作为常规检查项目，它非常的安全，所以你完全没必要担心这个。是啊，爸，你就听医生的，咱们做个 CT。哎，这不出结果了，没事儿吗？照什么 CT 呀？这样，我先给你们开。不，大夫，你等会儿吧，你别耽误功夫了。你动员半天，你不是让我们多花钱吗？我不看了，我还有事儿呢。爸，你别走啊！哎，病历，对不住了，医生。快去追你爸爸，要是还不舒服，一定回来复查。好，谢谢。什么症状？怎么说都不肯做 CT， 一直恶心呕吐，蛋白和血钠比较低，其他检查也没什么发现。你还是不舒服啊？医生，我爸他还是一直恶心，现在一天得吐好几回呢。这样吧，上次的检查再做一遍。另外，我还是建议去做一个胸腹部 CT。我不做 CT， 不做。爸，你别老爸的，你要想让我多活2年，你就别老逼着我做那 CT。不就是做个 CT 吗？怎么就死了活了的呢？爱谁谁，我不做 CT。徐生，肖医生，我觉得这位先生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的。
不如你先把其他的检查开了，让家属去交费。好，那我先开其他检查。走吧，咱们去交费。让你爸爸在这儿等你回来呗。好，那谢谢你了，医生。等我啊。徐医生，倒杯水呗。好。这位医生啊，你是不是也劝我做 CT 去啊？我看得出来，哎，谢谢。您不是没有医疗常识的人啊。做 CT 对身体有没有危害，有多大的危害，您其实都清楚。您不做 CT， 您是有自己的原因吧？那我就这么跟您说吧，我觉得您从各方面来看都不应该瞒着我们医生。您想想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，您一遍一遍的来医院做着这些重复的检查，既花钱又浪费时间，没有意义。是啊，您这样我都不敢给你开药。医生啊，我不是那种不通情达理的人。您刚才说的有道理，我要是把这些告诉你们，你们能替我保密吗？这个您放心，我们一定尊重您的意愿。我呀，肺癌晚期。所以是肺癌流体分泌的物质引起了血钠和蛋白的下降。血钠低，所以恶心想吐。我知道，你只要一照这 CT 就能看出来。你女儿不知道啊？我没告诉她。这么严重的病，她早晚会知道的。能晚一天是一天吧。那你就更应该告诉她了呀。我不能告诉她，我就这么一个女儿，她妈走得早。这孩子打小就懂事，特别的孝顺。我们是外地人，家里条件也不好，孩子大学一毕业就留在了上海工作，攒了这点钱不容易。看看，都快30了，忙得连个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。你说他要知道我得了肺癌，他不得拼命的给我治啊？医生，你们也知道，这个肺癌尤其是晚期，他治不好，到时候钱都花光了，我人也走了，我女儿怎么办呢？与其把这钱都花在这没希望的病上，倒不如让我女儿把钱攒下来，买个小房子，找个好人结婚，也算有个依靠吧。你的心情我很理解，但你这病得治，不能就这么放弃。反正也治不好了，还花那钱干什么？那都是我女儿没日没夜干下来的辛苦钱。虽然如此，我还是建议您去做一个 CT， 还有做一系列跟肺癌相关的检查。您放心，我们会尊重您的意愿，这事我们不告诉您女儿。我们只是想再确诊一下，因为就算是肺癌，也有一定的误诊几率。是啊，再检查一遍吧，说不定就是误诊了。好吧，下午您自己过来一趟，我们给您安排一系列检查，都是针对确诊肺癌最有效的指标，花不了多少钱。那我听你们的，我再检查一次。交完费了，医生。爸，走吧，咱们赶紧去做检查。哎，记住啊，别忘了医嘱。好。医生，谢谢你们。爸，医生刚才都跟您说什么了？嗨，还不是那些话，这个不能吃，那个不能喝，
你说这检查那儿的人啊，肯定特别多，赶紧走吧。唉，每次遇到这样的情况，我都不知道应不应该劝患者继续治疗。可如果最后钱花了人没了，这样真的对吗？咱们作为医生呢，坚持一点就够了，尽全力抢救患者生命的同时，尽量尊重患者的意愿。其实我觉得这个老先生的选择跟护士长丈夫的选择没什么区别。不，我觉得还是有点不一样啊。你说说。这位老人家选择的是不做无用的治疗，而护士长老公选择的是不抢救。医生也许能接受一名毫无生存希望的患者不治疗，但很难眼睁睁看着病人死亡不抢救吧？从理智上来看，没什么区别。但麻烦就麻烦在人从来都不是理性的动物啊，占据上风的永远是情感和本能。医生也是人，也不能例外啊。但咱们毕竟经受过多年专业训练，还是要尽量保持让头脑理智。哎，咱们讨论这么严肃的问题干什么？哎，对了，你是怎么看出来那位老人家有隐情的？人一般呢，在固执己见的背后，都有不可说的隐情。白珠就是典型例子。那你这么坚持自己的理念，是不是也有什么隐情啊？等下午那个老人家来的时候，你跟我说一下呗。好吧。大夫，怎么样啊？两肺多发毛不亮结节，纵隔淋巴结也肿大，基本可以确诊是肺癌。对不起，你们当地医院诊断结果很准确。这就是命啊！不过大夫啊，我还得谢谢你们。我们帮您开点药吧。不用了，这也治不好，别乱花那钱了。给您开的都是便宜的药，虽然疗效一般，但能缓解疼痛。那就麻烦你们了啊，谢谢啊。有时候啊，这疼起来，要死的心都有啊。给我吧。走吧，我陪您交费拿药去。那就谢谢你了，大夫，谢谢了啊。没有，这些药您按照说明书上吃就行，你有不舒服再回来找我。谢谢你，大夫。你们同山医院的医生啊，都是。爸，哎，你怎么自己跑到医院来了呀？你不是忙吗？我上午检查完了，有些不明白的，我来问问医生。医生不是说除了蛋白和血钠低就没有什么异常了吗？你还有哪儿不明白的？这是这样，因为呢，造成蛋白和血钠低有很多的原因，老爷子不太清楚，所以想来找我咨询一下。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，医生？啊，有的人就是天生的蛋白和血钠低，您父亲应该就是这种情况，不碍事的。那我爸这他又开了什么药啊？主要是治疗恶心、呕吐，还有低血钠的药。爸，你以后要来医院，叫我跟你一块儿来。你说你现在走几步就喘，自己来多不安全啊！行了，闺女，我知道了啊。他的病情现在已经稳定了，但他还是不配合治疗，也不说话。
真拿他没办法。私人汽车，非请勿坐。我车拿去洗了，蹭个车。你不会打车呀？你家那么远，绕那么远的路。行了行了，走吧。哎，有什么话就说。没什么话说，我有什么话说？是这样啊，我和肖医生接了一个患者，一位老人家，肺癌晚期，一直瞒着他女儿。他不想让他女儿知道花钱给他看病，他的病治不好，所以也不想拖累他女儿。我和肖医生觉得应该尊重老人家的意见，就没有把病情告诉他女儿。我觉得肖医生有句话说得对，我们都是受过多年专业训练的医生，应该努力保持理智，不能让本能和情感占据头脑。你现在是彻底叛变投敌了，是吧？我是怕你痛苦。护士长的老公日夜哀嚎，痛不欲生，谁看了都会觉得难受。护士长就更别提了。但在我看来，最痛苦的应该是你。你救他，就是想让他避免死亡的痛苦，可现在结果却是让他陷入更大的痛苦，这不是你想要的，也是你不能接受的。你没做错，但却让你的患者更痛苦、更绝望。所以我觉得你的心里应该比谁都难受。我没错，所以我不会难受。直面自己的痛苦并不会显得你软弱，但是会让有些人有机可乘啊！那被迫还妄想狂啊你！哼！护士长，哎，新宇睡了啊？你怎么来了？我真想这么一直睡下去。这样的，为乡下的亲戚送了一些自己家种的苦瓜过来，绿色无污染的，我就把它送到食堂去了，让他们每天做一点给新宇送过来。谢谢啊，主任。这人都快死了，还得天天吃苦啊！新宇如果不想吃，我跟他们说一声，先别做了。哦，别，主任，小白就是说了，他要吃点清凉的东西。谢谢你。不客气。那我就先过去了。哎。在做无国界救援的时候呢，我记得当时的医疗条件是非常艰苦的。我们经常会因器不到位而束手无策的问题。那这对于病人，老爸，你上电视了，你过来。啊？那个萧燕阿姨，到衡山医院呢。快点，老爸，赶紧过来。是刚刚成立的，但是呢，却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仪器，能够在第一时间给予患者最好的治疗。那我也希望呢，这次能通过铜山医院的 ESU 普及到整个上海乃至全国。
老爸，你上电视怎么显得脸那么大呀？你会不会说话？这电视16:9的，你要是上去脸比我还大。扯吧你！人家萧亚阿姨上电视就挺好看的。比较常见的案例呢，就是重症的肺部感染 COPD 急性加重期，肺栓塞及其溶栓的治疗，各种周围神经肌肉 AMI 溶栓治疗患者。需安装临时或永久。肖医生，你在电视剧可真好看，你跟白医生的颜值都能去演偶像剧了，虐恋那种。灵芝这个提议不错啊。是的，哎，到点查房了，别瞎说。那可毕竟是瞎说啊。什么瞎说？偶像剧，还是烈烈的那种。什么偶像剧啊？出诊去了，收纳反了，来收一下。白医生，你在节目里的表现很好。也还行，符合我对你的预期。白叔，护士长的爱人呢，说有话想跟你聊一聊。有什么好聊的？再聊我也不会同意。说不是上次那个事情，你还是过来一趟吧。有缘的话，我们会再见，道别在心里练几遍，省略了客套的寒暄，拥抱喂饱了想念。谁不会在约定的时间付出最真的一次爱？自己画的句点，自己画圆。星云呢？我把白医生给你请过来了，你们聊聊吧。你也出去吧。放心吧。他现在应该是情绪不好，等他情绪好一点再跟他说啊。我听陈志说给你送饭来，你没吃啊？你这样可不行啊！你别把你自己身体给弄垮了，到时候你哪有精神照顾仙云呢？没什么胃口。你忘了咱们天天盯患者怎么说的了？再没有胃口，再不想吃，都要逼着自己吃下去，对不对？我很担心仙云，她现在一天都跟我说不上一句话，她把所有的事儿都压在心里了。白医生，
你别紧张，我现在不想死。你说，我要的不多，100万。知道这100万，对于你们同山医院来说并不多。首先啊，我不能代替医院做这个决定。其次，就算我可以，我也不会答应你。在抢救你的过程中，不管是我还是同山医院急诊科，没有犯任何错误，所以不会给你任何赔偿。你说你没做错任何事情，老潘是不是亲口告诉你不要救我？可你还是强行把我救活了。我现在是胰腺癌晚期，癌痛、高空坠落带来的骨折、大出血，我现在生不如死。你说你没做错？你要是坚持我没有错，你可以申请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介入，我一定会积极配合调查。但我还是要告诉你，我问心无愧。我就问你一句，到现在为止，你看我这样活着，是不是还是认为你当初救我是唯一的选择？当然是。你不用回答了，我已经看到你犹豫了。我没有犹豫。你不用解释。你这样犹豫，就说明你已经理解我的心情了。你好好休息。他说什么了？他还是认为我不该救他，想要赔偿。赔偿？你赔什么？100万，我没答应。你先去忙吧，这儿交给我来处理。他在想什么？宪宇，你跟白医生都说了些什么呀？没说什么，就想要点钱。我知道这是你们单位，可这一码是一码啊，这钱我必须得要。白医生救了你，你跟他要什么钱？你别说话了，先坐下。江护士长，别着急，你先坐下来，我来跟谢云交流一下。谢云，这医院呀，对医疗事故赔偿啊，它是有规定的啊，它是由医疗事故委员会鉴定为医疗事故，再经院委会的同意，才能走这个赔偿的流程。你也不用糊弄我啊，赔不赔偿还不是你们一句话的事吗？我真没这个权利，包括连江院长都没这个权利。行，我不管你们谁有这个权利没有这个权利啊，我就要这100万。仙云，哎呀，你闭嘴！陆主任，我听说前段时间白医生、肖医生上电视了啊，把你们同山医院急诊科简直塑造成了业界的标杆了。还听说观众们挺感动的，我就在想啊，要是把我这件事也捅到电视上，不知道观众们会怎么想，让他们也看看我这活也活不好，死又死不掉的惨状。哎呀，我相信总有一部分观众会同情我的。同山医院为了所谓的治愈率，为了满足某些医生的治病救人的执念，置患者意愿于不顾，让患者深陷无尽的痛苦之中。我想到那个时候，在观众心目中，同山医院就是残忍、冷血、无情的代表。陆主任，你也不想要这样的结果吧？啊，要真到那一步，恐怕再花几个100万也没用了吧？仙云，我起初认识你的时候，你就在和病魔做斗争，我特别钦佩你的毅力，包括面对苦难时候的勇气。哎呀，陆主任，我也挺钦佩自己的啊。当时我觉得我很骄傲、很勇敢啊，但是我现在想明白了，那时还没遇到真正的苦难。以后不要再跟我说什么坚强啊、毅力啊、勇敢，我现在就要钱啊！贾仙云，你知道你都在说些什么吗？护士长，仙云，这
这样哈，我一定向院委会转达你的这个要求，好吧？但是有一点，我想告诉你的是，基本上不太可能。我也告诉你一句啊，我呢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，有的是时间跟你们耗。要是哪天你们觉得我烦了，说不定就让我死了呢。主任，谢云一定不是为了钱，他肯定是太难受了。他从来不是一个看重钱的人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谢云这么做，其实都是为了你。我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他是想给你留一笔钱。他都是坚持不想活的人，他要这笔钱干什么？你别太难受了啊！你快好好照顾他去吧。怎么了？刚才让你丢人了吧？谢云，从我认识你开始，你就不是个爱钱的人。你看着我，你要那100万，是想留给我是吗？他们让我吃了这么多苦，这100万是我应得的。我不要钱，我只想让你活着。小山，你跟着我吃太多苦了，就让我再疼你一次。这件事不符合规定啊，而且咱们医院从来没这样先例。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，可是他一直很坚持，不能开这个口子。我知道不可能，我只是看他样子很痛苦，有点心不忍。况且，这护士长也是咱们医院的人。我知道，我们可以在医疗费用上，以及护士长的工作上给予他最大的帮助和照顾，但是不能开赔偿的口子。否则，今后咱们的医生都不敢做任何决定了。况且，
这次白医生完全没有做错。老陆，医生是咱们医院的根本，我们要尽最大努力去保护他们才对。这件事情，我相信你会处理好。我会的。院长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。说吧。如果遇到白竹那样的情况，您会怎么处理？在那种患者随时可能失去生命的情况下，我也许会选择和白竹一样的做法。但理智的思考，肖医生的看法也没有错，只是每个医生观念不同，做出的选择也不一样。是啊，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，可能结果都会有遗憾。是啊。哦，对了，肖医生和白医生做那期节目已经播出了，效果非常好，其他医院的院长都打电话来向我取经呢。哎，老陆，给你派这俩人还可以吧？哎，两个人的业务真是没得说，就是都挺有个性的。哼，有才都有个性，关键的是你怎么用他们。以后在用人方面，我还得向院长多学习。讲，哎，不是，行吧？行，不送，那我走了。他要100万，好好的怎么要起钱来了？这心结还真解不开了。哟，正好你们俩都在，我跟你们说啊，今天下午市里边有一个医院公众形象传播大会，张院长特意点名让白竹、肖燕你俩去参加。我没时间，我下午有患者。再大的事情也得去，这可关乎到咱们 ESU 生死存亡的问题。给我来一杯。你们都知道的，咱们 ESU 成立有多不容易啊！当初在全院大会上，我可是当着张院长以及全体的医护人员下了军令状的。咱们进行1年的试运营，如果出了什么问题，咱们就得就地关门。这一眨眼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了，我给你们透个底啊！这次全院考核之后，咱们急诊科极有可能垫底。那如果咱们不在其他方面取得一点成绩，我怎么向张院长还有全体的医护人员交代呀？那直接把 ESU 关了得了。所以让你们俩去参加这个会议，是借着这个机会给咱们 ESU 做做宣传。咱们考核成绩稍微差一点，但是咱们社会影响好啊，对不对？到那个时候，院里边也不至于把咱们直接关门。我觉得主任说的有道理啊。你看这个事儿，你们俩为了咱们急诊科，为了 ESU 也得去啊。患者什么的，咱们这么多人耽误不了啊。就是这样。好吧，我去。白竹，你呢？我要是还在心外，肯定没这么多破事儿。白医生的意思我翻译一下，他去。好，太好了。哎呀，干啥走走啊？哎，前面怎么了？听说前面出车祸了，好像还挺严重点啊。前面咋回事啊？听说出车祸了，伤了不少人。严重吗？挺严重的。打你过去啊！有没有人？有没有人？我们几个呀，没气了！快点，
西丰高速发生连环车祸，目测至少有10几名伤员，请立刻增援。医生，咱们一人一边走。来，西丰高速公路发生了严重的车祸，陈志，赶快跟我走，其他的急诊科的医护人员啊，各就各位啊，快点啊！来让一下，谢谢。怎么了？老师傅，能开下门吗？老师傅，来人看看我孩子！你听我说一声，怎么了？姑娘，你没事吧？你回答一声呢？老师傅，脖子不能动是吗？动不了。手能动吗？手指头可以动。姑娘，你爸有可能是脊椎骨折，如果严重的话，有可能会导致瘫痪或者死亡。我现在必须去找一些东西帮他固定，你得帮我一个忙。好，用你的双手把他的脖子固定住，可以吗？可以，我是护校的学生，我可以的。来试一下，千万不能动，等我回来。他的伤口已经处理好了，救护车应该马上就到了。白医生，记得给伤员做初步的伤情诊断。我继续往前了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怎么了？我腿动不了。你先别紧张。腿能稍微动一下吗？动不了。你可能骨折了，我帮你找个坚硬的东西固定一下。我就拍可以吗？可以。后背加油。稍等我一下。姑娘，在学校里学过颈椎固定吗？学过。扶住这个。忍一下。救护车来之前别随意走动啊！大夫，快救救我老婆！我老婆快没气了！救救我们！快救救她！醒醒，先把她放平。好。好了，老师傅，脉搏越来越弱了，呼吸也弱。伯伯，他现在心脏停搏了，我要给他做心肺复苏。你看好了，等下你来做啊。糟了，右肺听不到呼吸音了，应该是气胸。穿刺包。小野，有穿刺包吗？穿刺包，我没有穿刺包。喂，你们还有多久？上！再快点啊！整个上半身的重量垂直向下，两只手这样叠在一起，用掌根的力量往下压，胳膊要伸直，胳膊肘不能弯。做30次以后要做2次人工呼吸。做人工呼吸的时候要用手捏住他的鼻孔，学会了吗？别！哎，这个是注射器，不行。我是同山医院的医生，请你相信我，再等就来不及了。好，在救护车来之前不能停。好，你来做。姑娘，快来看看我们呀！我老头子也受伤了。看一下后面这里疼，你把腿放平了。
爸，有气了，姑娘，你爸再有什么事你找我。好，谢谢医生。有可能伤及内脏了。你别担心。救护车马上就到了。谢谢。怎么样啊？情况？这车里就有一个危重，里面还有更多的伤员。这回辛苦你了啊！放心吧，谢谢你啊，医生。幸亏你跟白主抢救的及时，这几个重伤员的命算是保住了，辛苦了啊！哎，稍微小心点啊！肖医生辛苦了。走吧，先回医院吧。哦，对了，我跟院长已经打了招呼了，下午研讨会你们就不用参加了。这些伤员后续的治疗还需要你跟白卓一起啊。不好意思，我不是很清楚，待会儿会有别的医生来告诉你们。医生，我爸爸怎么样了？你父亲的手术很成功，那他还会瘫痪吗？不会瘫痪，救治的很及时。那真是太感谢你了，医生。他出来之后呢，要进 EICU 观察一段日子，你找护士去办下手续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这一天忙的呀，伤员都处置完了，都处理完了。这么大的车祸，没有1名伤员死亡，也算是个奇迹啊。那当然啊，叶乐意啊，我可听说了，你就救治了1名伤员，其他都是任肖燕救的。你以为抢救伤员是打群架呀？啊，数量越多越好。我挽救了一条生命，那也是人家帮你分担了其他的伤员救治啊，是吧，肖医生？肖燕，你想什么呢？我还在想今天的车祸。白医生今天对于伤者的处置还有判断都做得非常好，只是如果不是陆主任后来带人赶到，我想我一个人真的应付不了那么多的伤员。自己一个人，可最终结果是所有伤员都得到妥善救治。肖医生，今天你表现挺好，很抱歉我没有帮到你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不希望任何一个伤者错过被抢救的时机，因为只有失去过才知道生命的脆弱，还有一生的无助。失去什么？今天大家都辛苦了，早点休息吧。该干嘛干嘛去。啊，你怎么了你？奶奶，你醒醒啊！奶奶醒醒啊！孩子从上周一开始发烧、头疼、乏力、嗓子疼，吃了感冒药和退烧药，但是没有效果。昨晚昏迷之后，家属刚送来。
都高烧1周，怎么才送来？怎么做家长的？我就是想让这感冒发烧又不是什么大病。小朋友，能听到我说话吗？来医院看了也还是吃那些药，没必要花那些冤枉钱。发烧是很多急重症的表征，要是耽误了治疗时间，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？大夫，你快给囡囡看看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囡囡，妈妈来了啊！大夫，怎么回事？我们孩子到底得什么病了？早干什么去了？都发烧1周才送过来。妈，我平时就老跟您说不要省钱，不要省钱。我们这么辛苦在外面挣钱，不就是为了给他花的吗？你这么省干什么？你少说几句啊，囡囡。你以为我愿意说呀？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儿，你管过什么？差不多行了，别没完没了的。是我没完没了吗？要吵去外面吵，这是医院，出去。不是，医生，你说话能不能客气一点儿？我们是来看病的，又不是不交钱。你数落我们干什么？我们做错什么了？你凶医生做什么？人家现在给你孩子治病呢，你这么厉害，你来治啊！医生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马上出去，不打扰你检查了。走，出去。大夫，这孩子到底有什么毛病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吧？你别着急，着急也没什么用，去外面等吧。白医生，我说这句话您别不爱听啊。家属是有做的不对的地方，但是您说话也太不客气了吧。孩子高烧不退，我先按常规注射退烧药吗？不用。持续1周高烧，淋巴肿大，在家里服用了抗生素也没什么效果。这样，先加急安排一个血常规。把4床的用药记录给我看一下。谢谢。到点了，吃饭去。哎，不吃了。今天白医生吃错药了，我得小心应付着。白医生今天怎么了？有个小姑娘发烧，白医生嫌家属送急诊送晚了，就这家属一通怼。为什么呀？他平时不是都不搭理患者家属吗？今天这是怎么了？你们去吃吧。实验结果快出来了，我得等着拿给白医生。你们去吃吧，我在这等着。大夫，这检查怎么说的呀？怎么转到这儿来了呀？刚做了专项检查，基本上可以确定孩子感染了EB病毒。这是什么病啊？能治好吗？刚给孩子父母也说过了，这个病不难治，幼儿期也比较多发，但有一点我要跟你强调一下，这个EB病毒又叫亲吻病毒，是通过唾液传播的，不健康的卫生习惯会大大增加孩子的感染几率。就比如你喂饭的时候，自己先尝一口，或者对着饭吹气，共用一套餐具，再要不然就是抱着孩子亲来亲去。你带孩子的时候没少干这样的事儿吧？原来是这样啊！很多病毒对于成年人来说没有太大影响，但孩子的免疫系统没有发育完全，非常脆弱。再说了，这都生病1个礼拜了，怎么才送来啊？幸亏现在症状还处在发病初期，要是再晚来几天，心肝脾肺肾都出现了并发症，就有生命危险。我希望你们当家长的引以为戒，回去之后多了解一些幼儿健康的医学常识。患者现在需要休息，家属在外面等吧。哎，谢谢啊。这件事情听我的，就这么定了。啊，出来了。妈，刚才我跟周磊商量了一下，决定以后囡囡还是我们自己带吧，就不麻烦您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不让我看囡囡了？我们妈，您也别误会，别多想，我们只是觉得您带她这么长时间也挺辛苦的，毕竟这么大年纪了，您休息休息。可你们平时一天到晚工作那么忙，哪有时间照顾啊？反正白天囡囡要上幼儿园，晚上
实在不行，我们就请个保姆。保姆能有我带的好吗？我知道这次都是我没看顾好，我以后再也不老亲囡囡了，好吧？我就是看着囡囡太可爱了，就亲亲她。这次我都知道了，那个医生说的话我也都记住了。打扰一下，这个是你们家孩子的吧？是，这是囡囡最喜欢的玩具，她走到哪里都带着它。我就是担心她要是醒过来没看到它要着急，刚从家里拿过来的。阿姨，其实，在照顾小孩的时候呢，当然要注意个人卫生。不过你们也担心，这种病的感染并不是100%可以避免的。回去以后呢，要和孩子分开餐具，鼓励他自己吃饭，以后尽量避免跟孩子嘴对嘴亲吻，多加注意就是了。好，家长也是，也不要一味的埋怨老人了，看得出来，孩子跟奶奶关系还是很好的。其实小孩子需要的一定不只是科学育儿，他们需要的是充满关爱的家庭。白医生，你今天的状态不太对啊。有吗？虽然你平时也挺容易发火的，但你今天这样指责琳琳的家长，这不太像你。其实小孩子比我们想象中脆弱很多，有时候稍有疏忽就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。但你今天这样发脾气也确实有点过了。不是所有孩子都像琳琳一样健康出生、平安长大。我看到她因为家人没有照顾好生了病，我就生气。但你知道吗？小孩子生病的时候，家人是最难受的。你这样的指责很有可能影响他们的情绪跟判断。我当然知道家长是最难受的，我比谁都清楚。不过你说的也没错，的确是我自己没有控制好情绪。为什么你比谁都清楚啊？白医生，你不会已经有孩子了吧？哎，患者什么情况？地中海贫血，上体育课时候晕倒的。小光，你认识啊？他是白珠儿子。输了血应该没事了。小光，你别担心，萧炎已经给小光输血了，应该没事儿。现在，谢谢。您是小光的父亲吧？哎，我是他的体育老师，刚才没联系上您，实在是对不住啊。没事，刚才我也在忙，给你添麻烦了。他现在有点感冒的迹象，我建议在 EICU 多观察几天。是啊，小光因为地中海贫血症本来就很虚弱，要是感冒恐怕会更麻烦。一会儿我去办手续。是不是很惊讶？白竹这种人也有脆弱柔软的时候。刚才他看小光的眼神让我想到了我的父亲。
我以前跟很多人说过，白竹这个人其实很善良，也很脆弱，就总是喜欢把自己关进一个傲慢恶毒的壳子里，但很多人都不相信。我相信，但他有时候就是太固执了，太过于坚持自己的理念了。要我说，你们就是半斤八两。白竹所坚持的医学理念，是不是跟小光有关？当然。小光刚出生的时候，就有重型地中海贫血症。当时所有医生都告诉白竹，小光活不过周岁。但在白竹的精心照顾之下，小光有惊无险的过了一个又一个鬼门关。3岁到6岁的时候，都有人告诉白竹，这次过不去了。但是白竹没有放弃，到现在，小光已经8岁了。我以前在国外的时候，也碰到了一个类似的病例，一个小女孩，也患了重型地贫，医院已经给了她最好的治疗，但小女孩还是在3岁的时候过世了。白竹对小光啊付出了很大的心血，他几乎把工作之余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注到了小光的身上。白竹对小光从来没有放弃过，也正是因为这份不放弃，才让小光创造了生命的奇迹。活着，才是生命最大的价值。我现在终于理解了，他为什么这么相信奇迹，不放弃任何一丝生命的希望，宁愿违背患者的意愿也要抢救。你醒了？老爸，我怎么进医院了？你说你怎么进医院了？啊？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别的小朋友上体育课，你就乖乖在教室里待着，谁让你去操场了？他们踢球，我又没踢，我就在旁边看着嘞。那你怎么晕倒了？我不知道。哎，你不知道？我看你就是不听话，这周零花钱没收了啊！啊什么啊？反正这周你都要在医院待着，要钱你也花不出去。小光，你醒啦？这位是爸爸同事江阿姨。江阿姨好。你怎么样？还哪里不舒服吗？好多了。江阿姨，你不是医生吗？你怎么不穿白大褂？我是护士。江阿姨的家人生病住院了，所以她请假要照顾家人。那江阿姨，你别照顾我了，你快去照顾你的家人吧。哦，好的好的，我们呢就在你隔壁，咱们是床挨着床的病友，两邻居。那他生什么病了？白极光，我跟你说啊，这段时间你要乖乖的，不能影响别人休息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我又不是第一回住院。臭小子，每次我说完一句话，有10句话等着我。这是他的言传身教。行了，你好好休息，爸爸给你去拿饭。等你出院了，我带你回老家去看爷爷奶奶。好嘞。没想到白医生儿子都那么大了，他什么时候结的婚？我怎么一点没听说呀？嗨，他这人不就这样吗？经常搞什么大新闻。说或者不说都是人家的隐私，跟咱们没关系。你们也别在人家背后说三道四了。听说那个孩子是重型地贫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不行了，年纪还这么小，真是可怜。9床核磁共振结果出来了吗？哎，白竹，小光的事情玉然跟我说了，你如果需要请假的话，就直接跟我讲。他住在 EICU，离我也近。看来我对我们科青年医生的关心不够啊！小光的事情，我居然一点都不知道。没事，您是领导，关心的都是大事儿。谢了。
白医生，小光醒了。我是来跟你道歉的。有缘的话，我们会再见，道别在心里练几遍，省略了客套的寒暄，拥抱喂饱了想念。谁不会在约定的时间付出最真的一次爱？自己画的句点，自己画圆。